美国中情局的官方网站上至今挂着一份28页的解密报告，作者是一位美军中校，报告研究的是能不能训练间谍用灵魂出窍去窃取苏联的情报。而这份报告最关键的第25页消失了整整38年。故事要从冷战时期说起，当时美国和苏联在各个领域展开了疯狂的军备竞赛，到了上世纪80年代，常规武器的对抗已经到了瓶颈，双方的情报机构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人体意识的潜能。当时美国陆军情报和安全司令部的指挥官是一名叫做阿尔伯特·斯图伯宾的少将。这位少将每天都在思考怎么样能够窃取到苏联的最高机密呢？他是这样想的：我们看到的这些物质本质上都是原子的集合，而原子的内部 99.99% 都是空的。原子核和电子之间的距离如果按照比例放大，就像在足球场中间放了一颗小钢珠，大多数都是虚无的空间。既然人体的原子是空的，墙壁的原子也是空的，那么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有没有可能我改变人体原子的振动频率，让它和墙壁原子的频率产生一些特定的错位，那么人不就可以穿墙了吗？根据后来的解密档案，斯图伯宾少将多次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当中去尝试穿墙。这有别于一般的跳大神啊，他是在尝试研究是不是可以用量子物理学去武器化这些超自然的能力。军方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穿墙都有物理学的依据，那么人类的意识脱离身体，去遥远的苏联首长办公室去偷听他们的对话，那应该也是可行的吧。在这种背景下，1983年，美国陆军情报部指派了一名叫韦恩·麦克唐纳的中校去评估一项名为盖特威计划的项目。这个项目当时在门罗研究所进行，声称可以通过一套音频技术让人快速地掌握意识出体的能力。军方给麦克唐纳的任务是搞清楚这套技术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能不能用来做间谍呢？麦克唐纳中校接到这样棘手的任务怎么办？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就算是这些深山老林当中的修士，这修到最后达到入定意识出体，你这几张录音带凭什么也能达到这个效果呢？在中校最终的报告中引入了普鲁士物理学家海因里希·威廉多夫在1839年发现的物理现象，叫双耳频差。我们人类的大脑有一种跟随反应，如果在我们的左耳播放频率为100赫兹的声音，在右耳播放频率为104赫兹的声音大脑并不会听到两种不同频段的声音。连接左右大脑的胼胝体会试图弥合这个差距，于是我们大脑的深处会自己合成一个4赫兹的差频。这就是盖特威计划的核心技术——双脑同步技术。因为我们平时在清醒的时候，我们的左右脑的脑电波是杂乱无章的，左脑负责计算处理逻辑，而右脑负责处理感知和直觉。但是通过这种音频的强制干预，我们大脑的皮层会强制拉低到4赫兹的菲塔波状态，就是深度睡眠和入定时的脑电波频率。麦克唐纳在报告当中拆解了神秘学的天机，他说修行者通过几十年的打坐、调整呼吸、摒除杂念，其实就是在尝试控制自己的脑电波试图让我们的左右脑达到同频共振。但美军不需要这么复杂的修行，通过声学原理就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到那个特定的频段之上。但这仅仅只是第一步，人是安静下来了，但是这个意识它怎么摆脱肉体的束缚呢？中校的报告又引用了生物医学发明家伊扎克·本托夫的研究数据。本托夫是一位专门研究精密医疗器械的工程师，他测量了人体在入定时的状态，发现人在这种状态下呼吸会变得非常缓慢，这个时候心脏泵血的机制会发生微妙的改变。平时我们的心脏把血液泵入大动脉，血的回流是杂乱无章的，但是在入定的状况下血液在主动脉当中反弹的回声会和下一次心跳产生共振，形成一个稳定的驻波，随后这个驻波会沿着脊柱传递到大脑，让大脑以大约7到7.5赫兹的频率产生轻微的震荡。中校在报告当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巧合，在地球的电离层和地面之间有一个天然的电磁共振带，这就是著名的舒曼共振。
因为地球上空时刻都在发生闪电，而这些闪电在空腔当中回荡，形成了基础频率，大约是7.83赫兹。当人体的微观频率因为入定而达到7赫兹左右的时候人体的波长拉长大约等于地球的周长。而这一刻，微观的人体系统和宏观的地球电磁场实现了频率上的一致。美军的情报官用数据证明，所谓的天人合一并不仅仅是古人的想象它符合声学和电磁学的共振模型。也就是说，当人的身体的频率和地球的频率同步共振的时候，人体的生物电磁场就可以接入地球的能量场，可以感知到身体之外的数据。这些研究和中国传统古籍当中的说法居然不谋而合。在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当中，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叫做同气相求。古人通过内观发现天地之间有一种我们看不见的能量波动，当人体内部的经脉运行和天地运行的节律一致的时候，就可以实现信息的交换。在庄子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天籁，指的是当人放下了人为的造作，让心跳呼吸回到了最原始的平静状态，就可以听到天地当中原本就存在的共振。中国古人用哲理性的语言去描述了这种生命状态，而40多年前的美国军方为了培养间谍，居然通过双耳频差驻波和舒曼共振殊途同归。麦克唐纳中校在报告的前几页用生物学和声学解释了人是如何入定的，频率如何共振的，但这和军方想要的灵魂出窍去窃取情报之间还有关键的一步没有解决。如果人的身体可以通过共振进入深度入定的状态，那这个意识它在身体的什么地方呢？如果意识只是一堆脑细胞的放电反应，它凭什么可以脱离肉身跑到千里之外去窃取苏联军事情报的信息？报告的这一阶段如果用4个字总结，那就是深睡心醒。在这种状态下，参与者的身体完全进入了沉睡，肌肉完全松弛，人的触感、听觉等感官系统不再向大脑传输信号，但是人的意识却处于清醒和活跃的状态。在档案当中认为这是意识出体的前置条件。看到这里，如果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你很难不想到庄子齐物论当中的一个场景。南郭子綦靠着基岸闭目静坐，呼吸细微，他的学生言承子由看到之后非常惊讶，问他为什么你整个人都变成像枯木一样。南郭子綦回答说，今者物丧我。这古人说话非常简洁他说的意思是我是这个受限于肉身躯壳的那个自己，而物是我的内在意识。南郭子綦通过静坐就可以把自己的肉身和意识给分开，这就有点像美军通过脑电波的插屏仪器强制参与者进入那种深度状态，他们叫做 focus 10的状态。而庄子说的形故可使如槁木，而心故可使如死灰，在2000年之后成了美军绝密档案当中的测试指标。但这个好像有点不符合常识，因为现代脑科学的主流观点认为，意识是脑神经元网络复杂放电的副产品。当大脑的活动降低之后，意识也应该随之模糊但是盖特威计划的受试者却在脑电波缓慢的情况下体验到了意识的清明。那为了证明这种清醒不是军方的自我暗示，我们可以看一个独立的旁证。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精神病学系的前主任布鲁斯·格雷森花了40多年的时间收集并研究了数千个濒死体验案例。这些人在遭遇心脏骤停的时候，大脑供血完全停止，脑电波没有了，理论上他们应该没有意识了。但是格雷森的研究数据发现，大量这样的患者在醒来之后报告说他们在濒死期间的意识非常清醒，甚至超过了平时的状态。他们可以清晰地描述出在抢救的过程中，抢救室当中医生使用什么器械护士的站位，甚至是隔壁房间家属走动的对话。格雷森的研究实际上印证了麦克唐纳报告当中的一个潜在逻辑：大脑也许并不是生产意识的主体，它更像是过滤意识的工具。就为了让我们可以在3维世界生存下来，大脑把广阔的意识信息给压缩过滤成了我们只能处理眼前这些视听信号的局部性功能。而当大脑因为心脏骤停或者盖特威的这些声音干预而关闭的时候，意识就恢复成了它原本的宽广的样子。但是
清醒的意识怎么样从大脑当中跑出去呢？麦克唐纳中校的报告当中指出用跑出去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三维空间的局限性思维。在这个阶段，中校使用了量子物理学当中的一些概念。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生活的宏观世界当中，空间和时间是连续的，有距离有先后。但是在量子的微观世界当中，这个常识不成立。物理学当中有个概念叫做普朗克长度，它大概是 1.6 乘以10的负35次方米，这是物理学上能够有意义的最小的距离单位。如果距离短于普朗克长度，我们所理解的空间概念就不复存在了，所有的物理定律都会失效。著名的物理学家约翰惠勒将这种处于普朗克尺度下的微观镜头描述为沸腾的量子泡沫。在这个尺度之下，时间和空间不再是平滑，它而变得破碎而交织。中校在报告当中就进行了一次推导，他认为意识本质上可能是一种能量的波。当盖特威计划的参与者进入到深度入定的时候，他们的感官被切断，意识的波长开始发生变化。当意识能量的振动频率飙升，它的波长会越来越短。当这个波长短于普朗克长度的时候，意识就突破了我们已知的三维时空屏障。在这样的情境当中，距离和时间都失去了意义。这就意味着，当美军的测试者觉得自己的灵魂离开肉身，跑到了莫斯科上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在真正的物理空间当中发生位移，而只是把自己的意识频段调节到了超越三维空间的量子层级。在那个层级当中，这里就是那里，现在就是未来。这听起来简直像科幻小说。那为了能够让这个结论在科学上站得住脚，报告引用了当时物理学界的前沿探讨，特别是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尤金·维格纳相关的量子力学观察者效应。量子力学当中有一个著名的悖论，就是薛定谔的猫。在没有观察之前，盒子当中的猫处于既死又活的叠加态，只有当盒子被打开被观察的那一瞬间，猫的状态才会在死与活之间探索成一个确定的结果。维格纳曾经用数学推导指出能够让波函数坍塌，必须是一个具有意识的观察者，用机器是不行的。比方说，你用一个复杂的录像机器去记录盒子当中发生的信息是不行的。只要没有一个拥有意识的人去观察这段录像，那么整个系统仍然处于叠加态中。维格纳就断言如果不提及意识，就不可能以完全一致的方式阐述量子力学定律。意识在物理学的最底层的逻辑当中是高于三维物质的存在，它不从属于物质，而是决定物质状态的关键。那美军档案正是基于这种前沿的物理学视角，得出了一个让我们很难理解，但是又很难在逻辑上反驳的结论，就是你的意识原本就不在你的身体中，它不需要穿透肉身，因为它本来就不受肉身的束缚。它在盖特威状态下体会到的出体，本质上是人的意识在突破了普朗克屏障之后，接入到了一个没有距离限制的能量场。虽然看到这里我还是挺费解的，但是不妨跟着他的报告往前去看既然你说这个意识真的能够出体，那么这些实验者在体外他到底看到了什么样的世界呢？麦克唐纳中校在接下来的档案当中试图用物理学模型画出整个宇宙的样貌，而也正是因为他接下来画出了这个模型，让这份本来用来搞谍战的军方报告失控了。美国陆军情报部派他去评估盖特威计划，该计划的初衷是非常功利的，军方高层要的是一种可以闭着眼睛就窃取苏联潜艇图纸军事部署这些实战的工具。但是中校的报告当中层层推演，又是脑电波、普朗克长度。当他把意识剥离出肉身，进入到所谓的量子层级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让军方非常失望，但是让哲学界又大感震惊的信息，就是当意识突破三维屏障之后，他没有看到苏联的图纸，因为在这个维度当中，整个宇宙展现出一个庞大且不可分割的全息图。那为了向军方解释到底在体外看到了什么，中校在报告的第3部分详细阐述了全息宇宙理论。这个全息图当中有非常多晦涩的概念，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来理解，那就是一滴水掉进海里。如果我们拍普通的照片，你拍了10个人的合影，然后把照片切分成10份，那么这个碎片当中可能只有其中1个人或者一部分的信息，你失去了剩下的9/10的信息。因为在三维世界当中，部分和整体是割裂的。
但是全息照片不一样，如果你把一张用全息技术拍下来的合影给分开，拿起其中任何一个微小的碎片，用激光照射，你会发现这个碎片当中依然饱含了完整的10个人的合影，只是清晰度会降低一些。在全息系统当中每一个极小的局部都包含了整个系统全部的信息，所以它就像是一滴海水，虽然非常少，但是它包含了整片海洋的盐分比例、矿物质成分、海洋洋流的温度变化。所谓一滴水中就是一整片海。麦克唐纳在报告当中引用了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家卡尔·普里布兰姆的研究。普里布兰姆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训练老鼠走迷宫。老鼠学会之后，他在老鼠的大脑当中切除不同的部位，想去找到记忆是存在大脑的什么位置。那结果让他非常震惊无论你切掉大脑的哪一个部分，依然老鼠可以跌跌撞撞地走通迷宫。这就证明老鼠的记忆不像我们电脑的硬盘那样存在某个特定的位置上，记忆和意识就像全息图一样分布式的存在整个大脑的网络当中，哪怕只剩下一个微小的碎片，也可以还原出整体的图像。普里布拉姆的发现为盖特威计划档案提供了认知基础。中校推导认为人类的大脑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全息投影仪。当我们在 Focus 10的状态下切断了我们的感官知觉，那么意识突破了普朗克屏障之后，我们的大脑全息图就接入了整个宇宙的超级全息网络当中。因为在全息网络当中，部分包含了整体的所有信息，所以出体的意识不需要飞到宇宙的边缘，也不需要飞到什么过去未来，你只要能接入，你的意识当中就包含了宇宙大爆炸那一刻的初始数据，也包含了遥远星系那个边缘的秘密信息。各大宗教几千年来都在教导众徒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我们小时候觉得这是一种很浪漫的比喻，但是麦克唐纳中校用军方档案告诉我们，这在物理学上是客观事实。一朵花的全息碎片当中确实包含了整个宇宙的3维投射数据那既然宇宙是一张巨大的全息图，这个全息图本身也就是承载这些信息的能量场，它长什么样子，它如何运转的呢？中校在档案当中手绘了一个宇宙的能量流转模型，叫环面模型，英文叫 Torus。 从画面来看它有点像一个大大的甜甜圈或者是一个不断翻转的烟圈。能量从环面的底部中心喷涌而出，向四周扩散，划出一个弧线之后，又从顶部的中心重新吸回去。这是一个在自我循环、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闭合能量系统。我们以前学物理学就会说宇宙从大爆炸之后就一直向外无序的膨胀，像一个大气球一样。但是在中校的描述当中，它是一个 Torus 的能量环，全息图当中的所有的物质、时间信息都在这个环面当中不断的循环重组。听起来就越来越离奇但是时间到了20年之后的2003年，那一年国际学术期刊 Nature 发表了一篇由天体物理学家让·皮埃尔·卢米雷等人撰写的论文。他们通过分析 WMAP 卫星传回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数据，发现宇宙极可能并不是像我们想象当中那样平坦，而且无限延伸的。数据的波动模型表明宇宙更可能是一个封闭、有限、无边的复杂拓扑结构，被称为庞加莱12面体空间。在这个复杂的数学模型当中，如果一束光沿着宇宙的边缘给直射出去，它会像在一个弯曲的镜子迷宫当中，最终从另外一个方向绕回起点。物质和能量在这个结构当中循环穿梭，这和麦克唐纳基于纯意识推导当中的 Torus 能量环模型在宏观逻辑上居然高度吻合。甚至不仅仅是大到无边的宇宙，连我们身体内跳动的心脏也是这个模型的缩影美国加州的心脏数理研究所进行过长期的生物电磁场研究，发现人类心脏产生的生物电磁场以规整的 Torus 环面的形态向体外辐射，最远可以延伸到体外的数英尺。也就是说，宇宙是一个大能量环，人体是一个小能量环。当麦克唐纳中校将这些发现的拼图一块一块的拼在一起的时候，它远远超越了军事情报的这些窃取指南，变成了一张宇宙的终极画面。宇宙是一个巨大的能量画面，物质只是能量的临时全息投影。
在这个系统当中没有真正的分离，一切都在全息数据当中互相关联。当然，我们不管这是否是最终的真理，我们只是站在它构建的模型角度来看。那么，如果你构建这样一个模型，你必然有一个中心，因为能量要从那个地方喷发，再回到中心。那么，在你构建的这个模型当中，能量中心到底是什么？我们在物理学上应该如何去定义它？它又是谁创造出来的呢？那档案推导到这里，即将要触碰到非常敏感的信息的时候啊，发生了一件事。200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官方网站上悄悄解密了关于盖特威计划的大量档案，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麦克唐纳中校在1983年提交的这份28页的长篇评估报告。因为内容太不寻常，很快在互联网上引发了轩然大波。但最让大家关切的信息是，报告从24页直接跳到了第26页，最关键的25页消失了。这缺失的这一页呢，又恰好是在麦克唐纳中校论证完宇宙的 Torus 能量环模型，即将要开始解释这个全息宇宙中心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啊，也就是在最接近真相的那一刻的时候，它没有了。于是啊，互联网上传言纷纷，有人说是第25页记录的美国如何用这种触体技术和外星人沟通了，有人说这里有终极武器的制造方法，还有人说这是军方发现了一个超越人类理解的更高维度的存在。由于过于恐惧而只好将其永久封存。有人就去问 CIA 的官方呀，官方的信息是这样回答的：这一页是因为当年档案转交归档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行政疏忽啊被弄丢了，那他们也没有原件。这个解释呢，没有人相信，所以这个25页的悬念呢，就一直吸引着所有想探究真相的人的好奇心。山穷水复疑无路啊！直到2021年，当年负责盖特威计划具体实施的门罗研究所内部人员在清理地下室的旧纸箱时，意外翻出了一份当时麦克唐纳中校留在实验所的完整副本。消失了38年的第25页终于重见天日，全网的神秘学爱好者、物理学家、阴谋者非常激动的赶紧跑过来看结果。但是没有那些奇闻怪谈，这页当中只有中校平淡的一段物理学的推导，以及一个让大家震惊的哲学发现。中校呀，在缺失的这一页当中解答了关于宇宙能量环中心的问题。他试图用物理学的语言呀，去定义各大宗教当中所谓的造物主。中校给这个中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绝对者。在 Torus 的能量环模型当中，物质和能量在环面当中旋转循环，产生了时间消逝的错觉和空间变化的表象。但是在这个环面的最中心，所有的运动都相互抵消，那么在这个点上就没有任何能量的震动。按照传统的物理学常识啊，没有运动就意味着绝对的虚无啊。但是中校指出，这个中心反而是一切的源头。那为了能够解释这种绝对的空如何孕育出整个宇宙，我们可以引入荷兰物理学家亨德里克·卡西米尔在1948年提出的零点能概念。卡西米尔通过实验证明，就算你制造一个没有任何物质，把温度降到绝对0度，没有任何热运动的绝对真空当中，在这个空间当中依然蕴含着无尽的能量波动。空从来不是没有，而是拥有一切可能性的未显化状态。在第25页的描述当中，这个绝对者就是一个没有时间空间维度的绝对真空，它不在宇宙之内，也不在宇宙之外，因为任何用空间去描述它的词汇都是错的。它包含了整个全息宇宙的所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数据，而它自身又处于绝对的静止之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测试者在 Focus 10这种非常深度的状态下，声称自己看到了神啊，体验到了终极真相，他们往往没有办法用语言来描绘啊，因为人类的语言是建立在3维空间的时空之上的，你没有办法用一个3维的词汇去描述一个连普朗克长度都失效的绝对静止的中心。麦克唐纳中校的报告当中就写到呀，当人类的意识达到最高级别的同频共振的时候，全息图当中的微小碎片就融入了那个绝对者的中心。在这个状态下，你就不再是观测宇宙，而是你本身就是宇宙。你也不需要去偷窃什么苏联的情报，因为苏联也是在你的全息图当中投射出的一部分。那看到这里，那么熟悉东方古典哲学的华人观众啊，我相信你们会觉得非常的震撼。
在古印度的哲学经典《广陵奥义书》当中啊，他们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叫 neti neti， 意思是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古人早就发现呀，你不能说宇宙的本源是什么，因为你一旦定义了它是什么，它就有了边界和形式，落入了三维的局限。你只能通过不断的否定它不是什么，来无限逼近那个绝对中心。而在中国的道家智慧当中，老子在《道德经》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你一定要给它取个名字，你只能勉强叫它道。它视而不见，听之不闻，博而不得。它是绝对的空，却又生出太极，生出阴阳和万物。没想到40年前，一位坐在五角大楼情报室的美国中校，通过科学研究，在绝密档案的第25页印证了老子和古印度学者的体验。他用物理学的方式证明了神的存在，但这个神又不是一个人格化的实体存在，它只是一个包含着全息数据的绝对真空。那看到这里，你会想，既然 Gateway 计划这么神，美军只是搞个情报，居然都已经研究到了宇宙的天机，那这个计划怎么被封存了呢？你美军好好运用它，就可以称霸世界了呀！这个答案非常讽刺，因为这个报告非常宏大，宏大到军方又无力又愤怒。你让美军的高层只是想去窃取情报，你就最好告诉我莫斯科某一个核导弹发射井的坐标。但是麦克唐纳中校通过科学的推导就发现，当意识突破了三维时空，进入到那个绝对者的状态时，时间是折叠的。在这个全息场当中，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存在。这个测试者他是有可能看到一个发射井，但他分不清这是10年前造的，还是50年之后造出来的。而且因为万物同源，测试者的主观潜意识又容易在全息场当中投射出自己的恐惧或者期待，导致他们看到的情报真假难辨。那对于军方来说，你做一个间谍，又不能告诉我时间，又不能告诉我空间，那你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啊？但是在全息宇宙面前搞这些什么间谍、冷战、核武器，就像尘埃一样渺小呀。中校找到的是一把探索人类生命本质的钥匙，但是美军只在乎这把钥匙能不能杀人。所以啊，盖特威计划没有办法成为武器而被束之高阁。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呀，这份被军方封存的档案恰恰是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因为它为我们现代人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精神解药，能够疗愈我们在生活当中的那些恐惧和焦虑。我们为什么花这么长的时间去拆解一份40年前被美军弃用的档案？难道只是为了猎奇吗？不是的，因为它揭开了困扰我们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啊！我们现代人活得太苦太累了，为了工作操劳，为了学习内卷，为了情感纠结，从小孩到老人，大家都有自己的烦恼。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的恐惧和内耗？因为从出生那天开始，我们的教育和常识都在告诉我们，你不过是一对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结合体，而且人死如灯灭，你的一生不过是一颗流星啊！除了能够不断的赚钱，拥有更高的地位繁衍，你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啊！当你死亡的时候，你就彻底从宇宙消失。这种潜意识当中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有一天我会彻底消失的认知，是我们所有焦虑的根源。牛津大学著名精神病学家伊恩·麦克吉尔·克里斯特提出一个著名的叫左右脑文明理论。他通过大量的临床实验发现呀，人类的大脑有非常明确的分工，我们的左脑高度的功利和实用，目标是保证我们的肉身在3维世界当中生存下去。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左脑会把一个完整的世界给切成一个孤立的目标，时刻计算着收益和风险。而我们的右脑却完全不同，它负责整体的感知，理解那些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的规律。麦克基尔·克里斯特就指出啊，现代社会我们建立了一个完全由左脑暴政统治的文明，不管是什么绩效考核、KPI、存款数字，它都是左脑的产物。在左脑的视角当中啊，个体是孤立无援的，你必须不断的去掠夺资源，否则难以生存。而盖特威计划的核心音频技术发现，关掉那个喧嚣的左脑，强迫它和右脑的频率实现同步，就可以唤醒我们对全息宇宙的感知能力。当你在 Focus 10或者更深的状态时，你的意识会突破3维空间的局限。在这种状态下，你对死亡的恐惧会瞬间瓦解。你说这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吗？美国顶尖的医学研究机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曾经做过一项特殊的重症临床实验。实验的主导者呀是罗兰·格里菲斯教授，他
他们为那些非常恐惧死亡的晚期癌症患者使用了一种名叫裸盖菇素的物质，这是一种强效的致幻剂。那实验的原理就是他们通过生化手段来强行关闭患者当中的 DNA 网络，这个和美军档案当中让大家进入那种深度入定的机制非常相似。那么实验的结果非常震撼，在经历了那种自我意识消融，体验到我和整个宇宙融为一体的状态之后约80%的患者的死亡焦虑出现了显著而且持续的下降。这种自己的体验带来的认知改变和我们一般作为外人去劝他你想开一点完全不同。当一个人真正体验到了我是不会真正的消失，就像一个水滴意识到我本来就是整片海洋的时候，他是不会害怕自己真的会消失的。说到这里其实我们东方文明当中的先哲早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回家之路。明代高僧憨山大师曾经在五台山的龙门进行过一次闭关修行，当时正值冰雪融化，溪水奔腾的声音巨大，吵得他心烦意乱，根本无法入定静坐。那这种心烦其实就是左脑在处理外界声波信号时产生的一种排斥和内耗。憨山大师按照经典当中反闻文字性的法门，不再抗拒这样一种声音，把全部的意识集中在这个声音上。他坐在独木桥上，日夜听那个声音，直到所有的杂念都被这单一的水声所淹没。最后奇迹发生了，他在日记当中写道：忽然忘声，音声寂然，即觉寻视本处，则身心世界当下平沉，如空华影落。那一刻，他通过专注切断了对三维空间的感知，肉身的存在消失了，吵闹的水声消失了。他进入了麦格唐纳中校在第25页描述的那个绝对静止的中心，在那个状态中没有生也没有死，整个物质世界就像虚空当中的花朵一样，只是全息投影的幻象。在这种体验之后，什么难搞的老板、催婚的父母、即将到来的考试，还会让我们感到烦恼吗？不会只是一场游戏而已。我们当然还是会在这场游戏当中玩，但是我们不再会因为这场游戏玩得不够顺利而感到绝望。麦克唐纳中校的这份评估报告被美军束之高阁，但如果他在第25页的推导是正确的，那么当年那个坐在五角大楼昏暗的办公室戴着耳机进入深度 focus 状态的麦克唐纳中校，在那个脱离了肉体跨越了普朗克长度的全息维度当中，是不是早就看到了40年后的今天，你我正在通过屏幕探讨着他的这份报告呢？也许这才是这份报告真正让人感到敬畏的地方。我是牧羊，用理性破译命运，用灵性抵达自在。我们下期再见。